两少年为送礼深夜偷车打死店主，没想到店主竟是好友亲哥。一虎一棒槌让 Miki 成了孤儿，自己也走上了变态的不归路，从此一心想要弄死 Miki。场地虽然没和一虎一样进了少年院，但也和 Miki 之间产生了间隙。按照场地的说法，他一直在等一虎出来，然后一起搞垮东莞。好家伙 ，Miki 是倒了8杯的血没碰上这么群变态。半监同意了场地加入霸罗，他让武道给 Miki 带话。1周后的10月31日，霸罗将在废车场和东莞决战。经过这一出，武道也知道了场地根本就不是临时起意要退出，而是早就有了反心，这让他怎么把人带回去？失眠了一整晚的武道想着怎么跟 Miki 解释，就听见有人在叫他。武道回头一看，一个浑身是伤的少年笑着对他说：“我们昨天都很倒霉呢。”武道这才认出来，这个帅哥就是昨天被场地暴打的一番队长千冬。不，倒霉的人只有你而已。武道好不容易穿越了没被暴打，给孩子2天安生日子吧。千冬是个终极场地吹，就算挨揍成这样，也还在夸场地帅，还让武道一起感恩戴德。要不场地出手打了武道几拳，扰乱了 Miki 任命仪式的武道，下场只会更惨。不是很懂你们不良，当然千冬也不是什么抖 M。场地为了加入霸罗，就必须要揍他，而场地反叛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潜入霸罗，抓住西校的尾巴。武道是越听越懵，怎么又是西校？当然，这一目的只是千冬的猜测。千冬想从外部调查西校和霸罗，当众给了西校一拳的武道，无疑是很好的合作对象。武道和千冬去找了 Miki， 正巧 Miki 和阿坚在真一郎墓前祭拜。武道将在霸罗的一切告诉了 Miki， 他们都知道场地和一虎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，就无法挽回了。场地和一虎偷的那辆车原本就是真一郎打算送给 Miki 的礼物，但是现在却成了真一郎的遗物。Miki 原谅了场地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杀死他大哥的一虎，也绝不允许场地去撑一虎的腰。Miki 眼含杀气地质问武道：“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”武道想做什么？他回想起了自己在日向车祸前发下的誓言，他要获得 Miki 的认可，成为东莞的首领。好家伙，你还真敢说，真不怕 Miki 给你埋地里。武道的这份决心得到了 Miki 和阿坚的欣赏，千冬也和武道提出了组队申请，只要武道和他一起调查，他就愿意帮武道成为东莞的首领。千冬首先想把霸罗和西校的关系调查清楚，两人的第一站是曾经爱美爱主首领长内，被 Miki 打败的长内现在只是一家木工店的伙计。长内是个厉害的不良，但却不是个当首领的料，他看谁不爽就揍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西校就是在这时找上他的，当时的西校还只是个不起眼的书呆子，他夸下海口说，只要长内和自己联手就能称霸东京，他不索取任何报酬，一切都会自己争取。西校确实很有手段，短短1年时间就让孤家寡人的长内成为了爱美爱主的首领。然而直到阿坚被刺伤的那场83战斗之后，长内才明白他不过是西校的垫脚石而已，不如说那场斗争就是西校一手策划的。他故意把阿帕逼入绝境，制造和东莞冲突的理由，又在长内被刺伤之后又能帮阿帕免责为由拉拢 Miki，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东莞内斗，杀死阿坚，篡夺东莞副首领的位置。而在武道没改变过的时间线里，西校确实成功了，没了利用价值的长内被西校抛弃，现在半坚才是西校手里最好用的刀。西校是那种杀人都不会脏了自己手的人，长内太害怕了，就连报复都不敢。长内的话让千冬明白，巴流霸罗这个无头天使的神秘首领绝对就是西校。为了搞清楚西校是不是霸罗的首领，武道回到现在再次找上了阿坚，却得知了已经惊人的消息，霸罗的首领居然是 Miki，或者说霸罗是为了 Miki 才成立的队伍。12年前10月31日的血腥万圣节，东莞被巴流霸罗篡夺，变成了以霸罗为主体的新生东莞，也就是现在东莞的雏形。那是东莞的第一次败北，而败北的原因就是 Miki。那一天 Miki 把一虎杀了，西校帮 Miki 找了替罪羊， Miki 就此堕落，东莞被霸罗篡夺，成了以 Miki 为首领，西校为首领代理的庞大犯罪组织。武道不敢相信 Miki 居然会杀人，但一虎不仅杀死 Miki 大哥的凶手，而且那一天他还杀了场地。随着阿坚的话语，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浮现在武道脑海中， Miki 悲伤的表情让武道跟着流下了眼泪。 Miki 是因为杀了一虎才黑化的，起因是一虎杀了场地，只要救下场地就能阻止 Miki 黑化，粉碎西校的阴谋。再次穿越回12年前的时候，武道正在送日向回家，日向拿出了武道送他的同框4叶草项链送给武道，一见到日向，武道就想起了12年后那串烧焦的项链，一时之间百感交集。小情侣在这边打打闹闹，那边阿坚偷偷约出了一虎，想要取消战斗。他不明白一虎为什么这么恨 Miki， 明明当初一虎杀了真一郎之后， Miki 还为一虎做了有力的证词，不然一虎就不是关2年这么简单了。但一虎却认为一切都是 Miki 的错，要不是 Miki， 他哪用得着蹲大牢？
所以摧毁东莞是无法避免的战斗。这人彻底没救了，我非常支持 Miki 打死他。决战前夕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。千冬在决战前夕叫出了场地，说自己已经知道场地加入霸罗的目的，让场地赶紧退出，不然等到明天就真的要和东莞为敌了。场地当然不可能听他的，武道也没法将未来告诉场地，他只是拜托场地明天一定不要死，不然 Miki 会疯的。但场地只是让武道转告 Miki， 明天他会击垮他，仅此而已。Miki 和场地经常打打闹闹，但是总会和好。但这一次是真的闹掰了，场地成了东莞的背叛者， Miki 只能下定决心以东莞首领的身份和场地交战。30日的晚上，东莞举行了对抗八流霸罗的誓师大会。然而就在武道和千冬以为事情无法挽回的时候，却听到 Miki 说他始终无法和场地为敌，所以明天要做的就是击溃霸罗，带回场地。东莞的众人高呼着东莞的名字，正是这样重情重义的 Miki 才值得他们追随。嬉笑在人群中瞪大了眼睛，这就是他想要的 Miki。决战当天，废车场内聚集了许多的不良，围观东莞和霸罗的战斗。六本木的灰谷兄弟统领上野的佼哥，以及主持这场战斗的时代 S63首领坂泉。战斗开始，双方队员入场，双方代表制定战斗规则5v5还是双方大乱斗，任意选一样。你们打个架玩得还挺花。阿坚让一虎决定，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带走场地。结果一虎根本不守武德，直接2拳撂倒了裁判。谁跟你们来过家家？我们可是来摧毁东莞的！一声令下，东莞和霸罗同时冲向对方，大混战开始。选混战就混战呗，你打裁判干什么？东莞的队长和副队依旧以一敌十，凶猛异常。阿坚本想拦下直扑 Miki 的一虎，半路却被半坚截胡。Miki 对一虎，阿坚对半坚。武道在挨打挨得在地上爬。三谷带着这么个拖油瓶简直心累，武道怂得要死，根本不敢动手。还好千冬够靠谱，护在了武道身后。谁打架都会怕，重要的是要怎么去面对。行吧，不就是挨打吗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于是接下来的武道边打哭边被揍，属是一道奇葩十足的风景线。霸罗无论是人数还是体格都要压过东莞一头。虽然各队队长战力不错，但整体还是被霸罗压着打。很多人都自乱阵脚，选择了放弃。就算是阿坚一人也无法力挽狂澜。眼看东莞倒下的人越来越多，整体士气受到严重影响。就见武道一路嚎着，抡圆胳膊，猪突猛进，大喊着要把所有人揍飞。嚎完之后，武道脱力倒在了三谷身上。说实话，你菜是真的菜，肉也是真的肉。东莞众人一看，比他们菜的武道都还在坚持，他们倒下了，岂不是叫人笑话？武道误打误撞，倒是拉回了东莞颓废的气势。黑色特工服不要命的冲向霸罗，阿坚也得以腾出精力，专心冲向半坚。阿坚的战力绝对是整个东京都顶尖的，一瞬间打飞了10人，直接把对面看傻眼了。没过多久，拦在他和半坚前面的几十人已经全被他揍趴了。阿坚挥起一拳正中半坚，即使半坚做出了防御的姿势，依旧被这股力量撞得倒飞出去，砸在垃圾堆上。半坚和阿坚这边打得火热，那边一虎已经把 Miki 引上了废车堆联合霸罗兄弟群殴塔，这地方落脚处不稳， Miki 拿手的踢技无法全力输出。 Miki 毕竟是 Miki， 就算踢技被封印，2对1仍然游刃有余。但一虎也没指望这几个人就能扳倒 Miki， 他直接趁着和霸罗兄弟缠住对手，对着 Miki 的脑袋就是一钢管。阿坚听到动静一回头， Miki 已经倒在了一虎面前。这下东莞大乱，好在 Miki 没晕，而是站起来问一虎：“我是你的敌人吗？”在家暴环境中长大的一虎，从小心里就不太正常，他发誓要把妨碍自己的东西全部排除掉。他认为杀人的人是坏蛋，而杀敌的人是英雄。Miki 就是他的敌人。一虎让霸罗兄弟牵制住 Miki， 自己拿着钢管不断的朝着 Miki 的脑袋砸去。Miki 被砸得满头是血，围观的不良都断定 Miki 输了。阿坚想去救人，却被半坚拦下。为了成为英雄，就要杀掉敌人。听到了敌人2字之后，一直任由一虎打的 Miki 终于动了。你就是为了这种理由杀了我大哥的吗？几乎是一瞬间， Miki 轻松解决了霸罗兄弟，一脚正中一虎太阳穴，满脸是血的 Miki 此时宛如修罗。